中国试射了导弹，吓得美国立刻军援台湾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今天带您快来看。大家好，我是志玉，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世界多有趣，好朋友可以变仇人，仇人可以重新变情人。好，这世界就是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我们要带您来看到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最近呢，可以说好的。十指紧扣，只差没有拥吻的中国跟俄罗斯了。但其实啊，这两个国家以前呢也是波波折折。最早呢是这个老大哥跟小老弟两个之间的关系，但后来反目成仇啊，不是两个国家还为了边界问题还打起来武装冲突。那个时候中国死好多人哦。那后来呢，慢慢的，好像有点破冰重修就好。但现在十指紧扣了。习近平主席怎么讲普丁呢？他说他是我最知心的好朋友。好，那当然呢，现在是知心的好朋友了啊。那接下来会不会变成同样穿一条内裤的好兄弟呢？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好，那当然呢，这个中俄之间啊，要重新的这么样的紧密，来到一个空前的好关系，当然是要有一些原因在后头推波助澜。你说啊，我们来想，如果两个已经反目成仇的，这个有点尴尬关系的好朋友，好了，当好朋友，他们要怎么样重新走在一起，打开自己的心房，我们把过去的芥蒂给放下呢？那一定是啊。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出现了。好，如果突然出现一个两个人都非常讨厌、气死人的人，突然出现了，这两个人突然间就手牵起来了，我们都一起对抗他。中国跟俄罗斯现在就是这样的关系。那我们来看10月1号，当然就是中国的国庆日嘛。那其实呢，10月2号是什么日子呢？就是中国跟俄罗斯他们建交75周年的日子。那如今呢，这个普丁为了要中国跟他一心一意站在一起，普丁呢在贺词当中怎么讲的？他说：“请不要忘了，75年前，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10月1号成立吗？10月2号。”我就承认你了，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，就是俄罗斯。所以呢，普丁在他的贺词当中写这一句啊，这个还把它放大哈，加重点标记。所以别忘了，我可是第一个接纳中国的人啊。好，所以呢，你看普丁特别这样讲啊，就感觉他们的关系要更维系起来了。好，那当然呢，除了这个嘴皮子上啊，告诉你说我很重视你，你别忘了当年我怎么对你的之外啊，其实呢，现在中俄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密。当然呢，那个助燃剂。就俄乌战争，俄罗斯又被制裁了，所以呢怎么办？就靠向中国。那刚好中国呢，也被美国打压了啊，两个人就这么牵起手来了。所以我们来看到啊，这个目前呢，中俄之间在2023年他们的双边贸易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。2018年呢，那个时候还在1000亿美元上下，在那个地方，好一阵子，好像有点冲不上去，好像觉得到顶。但是呢，瞬间你看这几年过去，情势批变啊，现在呢已经来到2000亿美元了，每年的一个互相的贸易哦。同时间，这2000亿美元当中有95%就是双方的本币结算。过去呢，其实中国跟俄罗斯啊，他们之间在做一些买卖的时候，很多时候还是用美金在交易的。但是呢，被制裁了之后，换成人民币，刚好人民币我也想要国际化，一拍即合啊。所以呢，现在中俄之间的一个贸易啊，已经有95%都是本币结算了，就用卢布跟人民币来做互相的结算了哦。那当然呢，这个中俄之间呢，他们的关系啊，真是非常密切。除了呢，现在已经来到了知心朋友，完全无上限的一个紧密关系之外呢，中俄之间呢，他们同时间都在上合组织，同时间都在金砖国家，同时间都在联合国安理会，再加上同时间现在都被美国讨厌，所以呢，当然就是越来越紧密。好，那当然呢，两国之间如此紧密，中国看到俄罗斯如今的处境。当然要有一点觉得，有一天会是我该如何是好。今天的一个角色是俄罗斯在蒙受直接的一个战争冲击，那中国呢扮演了一个大后方的一个这个稳定军心啊，这个你要什么没关系啊，我可以救你，前线支援的角色。但是如果有一天逆转呢？如果有一天是比如说台海爆发战争，那个时候可能中国要跟美国作战，或者是跟美国的代理人作战的时候，那俄罗斯要不要用这样的一个动作？所以呢，现在中国啊，是不是听到了俄罗斯教他的，亦或是
金小胖教他的。我们看到中国最近呢，他睽违44年射了一个洲际导弹呐。好，这件事情呢，引发了国际间非常大的关注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以前中国不是没有试射它的洲际导弹，但它通常是往自己国家里头射，内部发射，然后呢，它的一个目的地也会是在自己国家内部。像以前。通常中国他们试射这样的一个导弹目的地会在新疆，或者是在一些比较空旷的一个地区哦，但这回没有。这回呢，直接往外射啊！这个飞弹呢，这个导弹据说是经过了菲律宾吕宋岛，然后最终呢落入了它的一个目标地区哦，就是在这个北太平洋。好，那这个北太平洋呢，大家就觉得说，哦，这感觉好像有点恐怖了哈，怎么射到了这个太平洋的一个这个公海当中了？而且呢，它的一个射程呢是全射程的一个试射。1.2万公里，距离上一次1980年代那个时候邓小平年代的一个试射，大约就是9000公里左右。所以呢，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军事实力又增加了。再加上这次试射的洲际导弹1.2万公里，什么意思？我如果开心的话，我可以打到美国本土哦。我如果再开心一点，我可以同时打美国本土，我也可以打夏威夷哦。听起来有点可怕了哈。那这个洲际导弹呢，它是可以挂载核子弹头的，所以呢，这才让美国非常紧张。好，那当然呢，你说紧张，突然间试射这样的一个洲际导弹，会不会突然世界大战？别担心，因为呢，这个中国啊，它在试射之前啊，已经事先的通知了美国。那通知美国之外呢，当然就是有一些拥核的国家啊，都要被通知不然一个不小心会觉得你是不是想要攻击我，我也打过去怎么办？不行。所以据说啊，他通知了美国，通知了俄罗斯，通知了英国，通知了法国，没有通知日本日本被吓个半死洲际飞弹过去，然后呢他都不知道，所以日本跳起来说怎么没有告诉我？就干嘛告诉你？你哪位？所以呢，中国会觉得，我又不用告诉你，你就2战的战败国啊，你又不能发射导弹，你也没有什么核子能力的，我跟你讲干嘛？所以呢，这个日本就跳起来，很像那个2个大人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小丑在那边看我那种感觉。好，那日本呢，当然最近呢有一件大事情，就是他们换了首相了。这位首相呢叫做石破茂，石破茂很有意思他就是刚那个跳起来，希望刷一下存在感，大家赶快看到我一下的那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以前呢是防卫大臣，防卫大臣呢当然就是其他国家我们讲国防部长。好，那这个国防部长出身，他对军事有一种热爱，他对打仗好像很有兴趣的感觉，所以呢他就突然间举手，他跟美国提案，提什么案？他说：我们来弄一个亚洲版的北约好不好？他说现在这个美国跟日本虽然有这个美日安保条约，但是那个条约好像写的不太好。美国会想说哪里不好，他就讲说这个条约怎么写，大家都知道嘛，就是美军有55000人不是驻扎在日本吗？然后呢有一个美军基地然后美军基地呢日本要负责75%的一个费用支出然后就是这个样子我驻扎在你这个地方，我保护你嘛。然后呢如果有人攻击日本的话，那我美军就会帮忙作战，帮忙保护嘛。然后这个石破茂很妙他说这不公平，然后大家想说。这哪里不公平？他说，如果我被攻击的话，那美军保护我，那万一美国被攻击的话，我可以保护你呀。所以呢，石破茂说，我日军也可以去驻扎在你美国。然后美国人就想想，好像不需要你保护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亚洲版北约这个石破茂讲说，我们应该要这样子，我们应该要平等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还希望加入亚洲其他的国家，我们来成立一个像北约一样，但是亚洲版的，这叫做共同的防卫机制，这样好不好？还写了一份提案，然后送去给美国，然后美国看完了之后把它丢回去，不好意思，不要。所以呢，这石破茂也是有点。妙，但是呢，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呢，现在还在持续推动当中他还是觉得应该要有亚洲版北约，但现在是被打枪啦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呢，最近也换人的就是真正的北约。北约呢，他已经换了一位新任的秘书长，是荷兰之前的总理，叫做吕特。但是呢，吕特他上任了之后的北约应该挑战很多。一来呢，俄乌战争还在打，都打2年半了，还没打完，而且呢，现在感觉好像。俄罗斯好像又有一种重振旗鼓，慢慢的又开始蚕食鲸吞了。乌克兰又有一点紧张的情势，所以这是一个它的难题。再来一个难题呢，就是北约之前就是在欧洲地区，但是现在的北约，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国家3不5时船也会开到亚洲来，开到南海来？所以呢，他们其实是在因应崛起的中国。还有一个应该是北约接下来最大的难题，那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。万一川普又当选了，大家还记得川普当年当选的时候怎么弄北约的吗？你给我交钱，我可不是保险公司，
你当我是什么？我保护你不用钱吗？你给我交钱来。所以呢，北约那个时候每个国家把他弄疯了。那现在川普好像会不会又重来？所以吕特接下来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挑战，但是呢，这个刚上任嘛，总不能说啊，好像很惨，不行。他说没事的，我可以处理的。他说当年呢，这个川普我遇过他，我交手过，那时候呢他是荷兰的总理嘛，有跟川普交手过，没有问题，他觉得他可以搞定他。好，那当然这是北约，但是呢，我们刚刚讲的中俄紧密知心好友呢，最近呢也让北约有一点紧张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跟俄罗斯呢，从9月21号开始展开了他们在海警舰艇的联合巡航，一路从北太平洋哦，好，这么走去哪里？现在已经来到北冰洋喽。多妙！这个是中国的海警舰艇啊，第一次来到北冰洋，然后呢，他们所有的刚好遇到11国庆嘛，所以呢，所有的一些这个军事呢，就在这个海警的舰艇当中大唱国歌哦，然后呢，象征意味很浓厚，很妙。所以呢，就看到了现在北约会觉得说，俄罗斯你怎么带着中国跑到了我们北约的一个地盘来了哦？那怎么样嘛？那这个俄罗斯觉得，我带我朋友来晃晃不行啊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北约啊，接下来也是。真的中国崛起啊，他们现在非常有警觉心，所以呢，他们也不断的在最近几次的会议当中，也都在讨论中国怎么样啊，可以这个防堵，或者是呢，这个要怎么样可以克制中国的崛起啊？这也是北约，也很妙。北约当初不就是为了防范俄罗斯，那现在连俄罗斯的朋友要一起防范了哦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们就带您看到还在进行的俄乌大战，俄罗斯呢，他们的军事预算啊。增加了25%，所以呢，他们的军事预算呢占总体的一个政府总支出，现在来到了40%这么高。你几乎可以说现在的俄罗斯是战时经济了哦，就是战争时候的经济了。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资源都一面倒的往军事、往国安方面去走。但是呢，社福预算就完全被排挤嘛。比如说像是教育预算啊，像社会福利的预算啊，像是他们相关的一些比如说社会的支出、医疗的支出啊，就通通减少了大约有16%。但是呢，这也无可厚非，没办法，现在正在打仗嘛哦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台湾现在的一个军事呢也被大家提起哦，像美国拜登都快要卸任了，但是呢，拜登却在他要卸任之前啊，他拨了一笔预算给台湾军援，这是史上最大笔的军事援助的预算，高达了180亿新台币。好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多。然后大家就觉得哇，你快要卸任了，你还来这么最后一大笔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呢，中国当然就跳起来说，你怎么没有遵循你一个中国原则呢？然后美国当然就会讲，我只是给台湾自卫的能力等等啊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你也看到川普说，美国军援可以，但是问题是台湾要有自己，也要花钱保护自己才行。川普在他竞选过程当中，他这样讲，他说啊，台湾应该呢要把我们的军事预算提升到 GDP 的10%。很多哟，他不是说政府总支出的10%，他是说 GDP 的10%，那是多少？那是超过2.6兆新台币。你知道我们一年台湾的总预算，中央政府总预算才3兆，川普说你要有2.6兆，那不是全部的钱都拿去国防预算？你其他事全部不要做，你政府停摆算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不可能实现的嘛。而且呢，如果提那么高的话，真的是就会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一个比例喽。我们来举例哦，像是目前为止啊，这川普觉得不够，我们的这个军事预算占 GDP 哦，我们现在是大约是在占2.45%左右。那我们其实不算很低哦，就是差不多。其他国家高的像是沙烏地阿拉伯、沙国，他们大概是有6.6个百分点，以色列呢是有5.2%，另外呢像美国自己是3.5%。你也没有到10%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其他国家就是2%啊、3%啊，差不多，所以我们大概是在这个区间当中。那其实北约有很多国家是连2%都不到的哦，所以呢，你说要求我们到10%，好像有一点夸张哎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川普如果真的上任的话，到底对台湾来讲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哦？我们简单做结论了哦。你看到我们刚刚提到了中俄之间，在有一个共同敌人的一个强大威胁底下，你发现说他们越走越近了。甚至如果美国持续的压迫中国，
只会让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，因为那变成了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一个选择。因为呢，你就是欺负我啊，那我也只好去找我的朋友。过去呢，你会觉得中俄之间呢那个关系哦就是微妙的，但是呢，近来啊，在美国的压迫底下，或者是在美国推一把底下，中俄现在真的就像是一个盟友了，而且非常紧密合作，在各方各面的盟友，你把他们在一起了。那另外呢，你则看到了日本跟台湾，日本说要亚洲版的北约，当然这是好是坏我们可以再聊，但是呢，日本跟台湾现在的一个立场也非常相近啊，这也很妙，因为以前这个日本可是殖民台湾的哈，多少人对日本有情结，但是呢，这也很妙，现在反而是台日之间关系又非常友好了。好，那么回过头来，我们就来讲，到底呢这个川普啊，他如果当选的话，台湾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呢？首先呢，你就要看到了他对台湾的承诺真的会实现吗？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当然就是要保护台湾，但如果是川普当总统，还会保护吗？他怎么个保护法？真的是出兵吗？还是他会这个真的中国打过来了，他的船会在遥远说，那个台湾你先汇款啊，这个钱保护费我先拿到手，我再救你，有没有可能呢？因为川普就是一个美国至上，然后钱至上的人哦。那另外呢，你看到了这个美台之间的经济议题，川普都一直说台湾呢抢走了他半导体的产业哦，真的是这样吗？这就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讲不听哦。你跟这个川普说什么呢？他听不懂人话的哦，所以呢就很难跟他说啊，所以呢，现在很多的一些台湾专家就觉得说，其实呢，台湾的产业应该也要跟中国一样，某种程度的去美化，降低对美国的依赖，难保啊，这个美国换个总统换个脑袋，那也是很难办啊。那另外呢，就要带您看到了，到底要如何这个现在川普如果真的选上，他会不会把台湾当成筹码来跟中国谈判，也是一个问题。这也是现在有很多的国际情势的专家在担忧的啊，因为川普的心里头。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这个手中的筹码，都是拿来为他换取更大利益的一个工具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台湾当然也是他的筹码呀。他如果可以把台湾给卖了，或者是这个让台湾的一些什么样的权益削弱一些，但他可以换到他美国的一些利益，或许在川普的眼中会觉得很好啊，那是川普他身为美国总统他的看法。那当然呢，这个对身在台湾的我们，要小心有这样的总统哦。好，那么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目前的国际情势啊，来看看中俄之间的一个大局，他们是如何联手在这个抗衡美国。然后呢，再看到了台湾，看到了日本，日本也换了人，未来的整个国际情势还会怎么变化呢？我们再持续带大家来关注喽。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